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微博热搜榜上的大事件，张靓颖摔下舞台。10月11日，正好是张靓颖41岁生日，她在西安演唱会上发生意外，从约2米高的升降台坠落。这事儿一出，瞬间刷屏，粉丝心疼，舆论沸腾。但更让人深思的是，这不是孤立，演唱会舞台事故这些年层出不穷。咱们一起来扒一扒事件脉络，顺便比较下历年类似惨案，看看背后的安全隐患。先说事件核心，演唱会当晚，张靓颖正唱着《暗恋》，升降台边缘光线昏暗，又没防护栏和警示标识，她一不小心踩空，直接坠落2米高。现场观众描述，她走着走着突然消失，全场惊呼，还传来咚的一声闷响。张靓颖当时穿着高跟鞋，手里紧握话筒，身体正面着地，好在缓冲了点，没伤到头部，但手腕红肿，腿部淤青是跑不了的。更惊人的是，她只休整了20秒就爬起来，继续唱完《暗恋》，气息稳得像没事人一样。之后还带伤完成了高难度唱跳，哪里来的好人，舞蹈动作精准不乱。她甚至幽默自嘲说，老当益壮和小时候被妈妈打一顿差不多疼，强调话筒没事，我不逞强，拒绝轮椅，坚持换双鞋就继续演出。这敬业精神简直是艺人界的满分答卷。事后张靓颖在微博报平安，放心，我没事，顺利进入新的1岁，还提醒粉丝注意安全，别影响心情。后台被拍到她冰敷时疼的抽泣，但还是补妆掩饰苍白脸色。粉丝们发起珍重靓颖话题，心疼之余满是敬意，平安比完美演出更重要。媒体也两极分化，一边肯定她的临场反应，称摔出职业精神的满分，一边尖锐指出艺人孤勇不该成安全漏洞的遮羞布。后续呢？她的北京站10月18日和佛山站11月29日照常筹备，没公布伤情调整。但这事儿让我想问，为什么演唱会舞台总出幺蛾子？咱们来比较下历年类似事件，看看这不是张靓颖一个人的运气差，而是行业通病。张靓颖自己就不是第一次了。2015年北京演唱会从3米高台坠落，导致永久性腰伤。2023年成都场旧伤复发，还坚持演出。这次西安又是升降台问题。再看别人，就在今年8月，杨宗纬在西宁演唱会上唱《越过山丘》时后退踩空，从2米高台跌落，演出中断，被抬走送医，后来确诊肋骨骨折。主办方道歉，但粉丝怒了，说舞台机械后退太突然。2021年，张杰在演唱会上升降台故障，直接腰椎骨裂，疼得直不起腰。陈奕迅今年7月在北京倒退时踩空台阶，重重摔倒，差点酿大祸。邓紫棋也曾跌落舞台，港台歌手圈类似事故不少。刘德华、林俊杰、华晨宇、鹿晗都经历过险情。刘德华险坠台下，林俊杰香港场伴舞差点出事，鹿晗演唱会踩空惊魂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演出事故率同比涨了23%。70%和智能设备疏漏有关，像升降台无照明、无护栏，违反国标0.8米以上需装护栏的规定。上海场次有防护，为什么西安没有？业内批评主办方用艺人孤勇掩盖管理失职，灯光设计优先舞美，却忽略安全。这些年，从2015到2025，舞台事故频发，艺人们用肉身挡危机，但根源是设备管理失职和行业轻视安全投入。粉丝集体心声说得好，比起用生命唱歌的感动，我们更愿他们在安全的舞台上唱到老。张靓颖的敬业令人动容，但平安才是舞台的底色。希望这次事件能推动行业变革，别让意外再成常态。如果你有类似经历或看法，欢迎评论区分享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没事，换个那个休息一下。放心，刚刚这个角度啊，我真的感觉我就是命好的那一种，就是小灾祸呢可能有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平安度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大家放心。疼。
不能休息，我们10点钟要结束的。哎，真的相信我，我没有乱讲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就是那个可能就像小时候被我妈打一顿那种，可能就差不多是那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听西安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这一首歌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鞋可以帮我找一双鞋吗？随便拿一双什么鞋，可以帮我拿一下也行。相信我，姐命可定。不用坚强，我不用非逼自己坚强啊！真的没事儿，是掉下来的还是？好了吗？没有，就一根就好。没看到刚才。去吧，散了吧，去吧。来，我还是鞋崴到的还是？这一首歌其实从前2年发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。我想